就在白人得意之时，2根钢爪穿过了他的头顶，铁血战士瞬间反击，接着扔出一张网。 男人随着树木化成残渣，随后拿出长刀砍断了脚下的捕兽夹，几个白人被瞬间秒杀，火枪也无济于事。铁血战士微微一笑，径直朝他们走去，所到之处皆是亡魂。 射出去的子弹也被面具反弹，兄妹俩趁机挣脱束缚。哥哥要去找马，而妹妹要返回营地找旺财。剩下的白人集中火力，但都被铁血战士的盾牌一一挡下。面对这群弱鸡，铁血战士已经没了耐心，给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礼，然后在枯木间反复横跳，最终消失在战场。地上的东西吸引了白人的注意，只见3个圆盘升到空中，等他们想要逃跑的时候，发现已经来不及了。 那路来到营地，看到一个白人正准备动他的狗，他立马就冲了上去。近战经验丰富的那路，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就解决了所有人，然后解救了旺财。结束战斗的那路正在处理伤口，这时又一个白人出现，但他并不想打架，而是叫那路救救他。原来在和铁血战士战斗的时候，他失去了右脚，那路答应了。作为交换，白人愿意教他如何使用火枪。那路叫他服下一种可以降低血液温度的气药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路听到了动静，他赶紧躲了起来。是铁血战士追了过来，白人躺在地上装死，因为刚刚服下了药。铁血战士并没有发现他，躲在树后的那路瞬间明白。 可就在铁血战士准备离开时，正好踩在了白人的腿上。这时传来狗叫声，铁血战士亮出武器，用激光对准旺财，眼看利剑就要射出，哥哥骑着战马突然出现，打掉了铁血战士的面具。面具的激光照射在树上，铁血战士射出利剑，但并没有命中旺财。利剑绕行1周后准确命中红点，铁血战士很生气，把目标对准哥哥，一发利剑射出，却被哥哥巧妙躲过。利剑再次击中红点，下一箭也没能射中。3箭射完，面具的激光自动关闭。这一切都被树后的那路看在眼里，他似乎明白了什么。铁血战士捡起头盔，那路拿着火枪走出来扣动扳机，不料哑火了，只能怒吼一声吸引铁血战士的注意。哥哥趁机纵身一跃，把利刃插进了铁血战士的身体，落地后又射出一箭。不料铁血战士硬生生拔出利刃，似乎感受不到疼痛一般。哥哥再次发起攻击，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不愧是部落最强。铁血战士毫无还手的余地，只能进入隐身模式。就在那路叫哥哥赶紧离开时，身经百战的哥哥立刻察觉到了危险，他叫那路快走。话音刚落，就被铁血战士刺穿胸膛。那路顿时傻在原地，而铁血战士已经步步紧逼。奄奄一息的哥哥再次站了起来，给妹妹拖延逃走的时间。逃走的那路来到河边，正在和旺财休息时，看到了幸存下来的白人首领，本想一枪把他解决，可看到手中捡到的武器时，那路心生一计，他把白人打晕，绑在了一棵树上，自己则吃下降低体温的奇药。铁血战士很快就被吸引了过来，跟那路预想的一样，降低体温可以使热成像失效。铁血战士径直走向白人。趁着这个间隙，那路瞄准了铁血战士。紧接着捡起头盔，把它放在事先布置好的陷阱里，用血液把铁血战士吸引了过来。眼看时机成熟，躲在树上的奈洛发起了攻击。那路被摔在地上，关键时刻旺财及时救助，那路趁机逃跑，把铁血战士往陷阱里面引，紧接着又折返回去，迅速捡起铁血战士的武器准备反击。铁血战士飞奔而来，那路在躲过的同时立马做出反击。铁血战士虽然躲过攻击，但自己的手臂却被盾牌砍断。那路接着挥出利刃，不料利刃却停在了半空中，原来是铁血战士可以控制自己的武器。两人近身肉搏，那路不慎被抓住。眼看就要被斩首，那路双脚发力，盾牌被身后的巨石挡住。这时旺财叼着斧头跑过来，那路在接过斧头的同时发起攻击，灵活地骑到铁血战士的背上，用斧柄上的绳子把他的脖子勒住。在一人一狗的配合下，铁血战士成功被拖进了沼泽里。但事情并没有结束，铁血战士爬出了沼泽，拿出后背的武器，准备对那路释放利剑。然而这正是那路的计划。
那路提着铁血战士的头颅回到部落，女人们都不敢相信，唯一凯旋归来的战士竟然是奈路，他做到了。那路把火枪丢给首领，这说明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他们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。继哥哥塔比之后，那路被封为了战争酋长，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耀。你们觉得这一部的铁血战士强还是弱？我是小邪，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